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今年确实是挺暖的，刚进入4月不久，我就发现有好几棵月季都要开花了。那今天的节目，我首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花园里的状况，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对花园布局的一个整体的思路。那随着温度的上升，也意味着球根的季节即将过去。那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球根植物在花后的护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分享一个我从去年到现在都一直使用的关于月季白粉的防治方法。一般来说，我会给我的视频做章节功能，所以如果对某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到相关的内容去观看。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那我首先呢是想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个区域，这是我想在冬季的那一期节目里面我有分享过，那是关于这一个花坛的设计。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一个从我搬来这个房子它已经存在的老月季完美时刻。这一棵是一个橙红色以及黄色的月季，在这一个颜色的搭配上，我就选择以比较鲜明的颜色为主。因此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在前方的有前面刚刚开放的这一个是薰衣草，包括从冬季到现在一直都还在开放的玛格丽特菊，还有这是我刚刚加入这一个部分的，这一个是袋鼠爪子 Kangaroo Paw， 这是一款应该是在南非出产的植物，它是非常的耐旱。我在最初的时候，我对这个花园设计没有太多的感觉，我就会把一些不同的色调、不同色块、不同设计元素的混合在一起，但这样出来的效果其实也不一定很好。那今年呢，我就想改变一下，像是后面这一个彩虹颜色的设计，就会各种高饱和度的颜色，我喜欢的植物收集起来了，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或者是说，我觉得某一个颜色它缺失了，我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购买某一个颜色的植物。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容易把控自己花园整体的风格，以及我们在购买植物的时候也不会盲目的跟风去买。那除了刚才的那一个彩虹颜色的花茎以外呢，现在前面的这一些是我的盆栽月季区域，因为这个位置是我全个院子阳光最好的部分，它能够全年都有6个小时以上的光照，因此我把我的绝大部分的月季都放在这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满头花苞的状态，我相信再过半个月它在这里应该会是非常的漂亮。那除了这一个是月季种植区以外，我还有其他的分色块的区域，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那再来这里呢，是我的白色花茎的区域，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拱门，上面有左右都各种了一颗铁线莲，这个是白色的爱丁堡公爵夫人。那从这里开始，这一条小路走进去就是我的白色花茎的部分。上一期节目呢，我给大家有介绍过他们现在的近况，那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有一个新的更新呢，就是我的那一颗弗吉利亚鼠刺，它居然已经抽出了花穗，我觉得是非常的惊喜。没想到它还是非常的适应在半日照的条件。那在这一个区域的旁边这里呢，现在还比较的安静。其实呢，这一片区域是我的粉色月季的区域。我对它今年没有做太大的调整，只是把个别的表现比较不好的月季起出来，换上一些新的品种以外，其实它没有做太大的改变。那这一片我一直还是保留着以一个粉色和紫色为主的一个比较冷色调的一个区域，它们都是地栽的月季。那穿过2道月季的拱门，我们就来到我院子的另外一边，我的背阴月季花坛。
这个花坛我主要是采用英国乡村花园的风格，因此我会种植地栽的月季以外呢，我还会搭配一些草花，例如这一个号称英式花园3剑客之一的大花飞燕草。大飞燕现在刚刚开，非常的漂亮。这一片地区因为光照不是非常充足，因此月季还没有开花，那期待半个月后它开花的表现。那在这一个月季拱门的前面呢，是我做的几个抬升了的种植箱。我在这里主要是种植水果蔬菜等。那这一片小菜地呢，是我女儿负责的区域。自从开始照顾她自己的这一片小菜地，她吃蔬菜的频率也大大提升了，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除了一些固定的地栽花境区以外呢，我还会做一些盆栽的组合花境，例如大家看到的这一些是早春时候的以球根植物为主的组合花境。在这里呢，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灰粉色的洋牡丹，它的花瓣真的非常的多，花量也很足，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会倒伏。我会时不时的把它剪下来做成插花或花束送给朋友，这一来可以装点家居，二来其实这样也能够减少对它植株本身能量的消耗。那说回来，这一个球根花卉的花后养护，最重要的是在把残花剪除以后，尽可能长时间的保留叶片，让叶片进行光合作用，把能量积蓄在它的根部，直到自然枯萎为止。那说完球根的花卉，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月季区。今年第一颗群开的月季是这一颗 Angel Face 天使容颜它是紫色的花，而且还带有非常浓郁的香气。另外一个也开放了的月季，包括这一个是非常古典的月季，叫 Sombule， 它是1850年就已经培育出来的品种。另外呢，这一颗橙黄色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火之阳台，这是它的初花。其他的月季暂时还在花苞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满头花苞的是巴黎月光，它是我去年入手的裸根，它的开花性真的非常好，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白粉特别的多。白粉的防治其实有许多的方法，譬如也有博主推荐的在大中午冲洗叶子，或者是一个小苏打加肥皂喷洒也是可以的。而我比较常用的呢是牛奶对水1:10的比例进行喷洒，这些都属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方法。这里面的原理我去查了一下资料，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牛奶它的脂肪能够在叶片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从而是阻隔了它孢子的扩散。另外，因为牛奶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益生菌，它能够在这个植株的表面跟白粉的真菌孢子形成一个是竞争的机制，有点像是生物的防治。那我通常使用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会选择连续几天的晴天开始一个治疗的疗程，然后会选择清晨或者是日落前2个小时进行喷洒。喷了以后呢，是最关键的是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干燥，因为我有试过在晚上给它洒，结果第2天那个叶子就受伤了，因为它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糖呀，有一些盐类啊，长时间的潮湿其实是对叶子是一个伤害，因此我们要保证它是在日间进行。可以连续喷洒2天，然后让那层薄膜在叶子上面保留额外的1到2天，然后等你在周末有空的时候，在中午在大太阳下把它冲洗掉。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概我喷洒了以后5天后的样子。这一颗是原来是全部叶子都布满了白粉，那现在这颗巴黎月光的情况其实是好多了，但是因为它受感染的面积太大了，因此它现在还是有一些叶片
还有白粉的状态，因此我还要继续对它治疗。但是一些非常初期的，例如是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 Angel Face， 我只是看到了有几片叶片受了感染的时候，我就立刻给它喷洒了，只需要2-3天它就可以痊愈住，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白粉的方法。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了我对花园的整体规划、球根的花后护理以及月季白粉的防治方法。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希望您能点赞、留言和订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平台的算法，把我的节目推送给更多喜欢园艺的朋友，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在月季盛开的时候再见，拜拜。